各位朋友啊，这个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啊，造字儿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充满着哲理。比如说，色字头上是一把小刀，忍字是心头上插着一把大刀。最近呢，中国的老百姓、爱国的老百姓都觉得很憋屈啊，是吧？最近这事儿是美国对台军售，然后呢，日本对中国不停的挑衅。老百姓是感觉到憋屈，那就说明什么呀？那就说明对这个政府目前的这种对外政策不满意呗。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啊，这逐渐会形成一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别说老百姓了，连中国的国师金灿荣教授都忍不下去了，因为忍的实在是都要吐血了。你看看中国现在的官媒底下充满着别再说成语了，我求求你吧，中国这成语都让你给说完了的这种嘲讽，这很严重了。朋友们，金灿荣刚刚发了一篇文章，金灿荣说，从1840年到现在差不多2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实力是落后于西方的，其中有100年中国被打得还特别惨。总体而言，这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没有什么力量可用啊。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上来了，但怎么用好自身的力量，其实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现在还在摸索的过程中。某几个大国其实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可以好好的跟着学一学，看看他们是怎么使用力量的。这么做不是为了当霸权国家，而是为了不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欺负，从而更好的维护我们自身的核心利益啊。中心的一句话就是跟爱国群众是一个感觉的，不发威没有野性的老虎，它就是个病猫。你的牙再利爪再尖，你还是个病猫，你不敢出手。如今军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难道还不如俄罗斯吗？学学美国，难道还不如以色列吗？金教授就差直接说了，现在的中国别太怂了，你会怂出问题来的。金教授连发2篇文章，进一步说，川普的对台军售绝不是为了去库存，我大胆提几点建议吧。他说，最近川普政府宣布要启动新一轮的对台军售，包括82套海马斯火箭炮以及陆军的战术导弹系统，60套帕拉丁自行榴弹炮系统，反装甲无人机系统，战术网络与态势感知系统的套件，标枪和陶式的单兵反坦克导弹等等，金额高达111亿美元，是史上最大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不是军事专家，但这些武器对解放军构成多大的威胁，我也没有发言权。据一些军事专家分析，这些武器虽然不是最先进的武器，但是对解放军的威胁非常大呀。海马斯火箭炮和战术导弹系统和帕拉丁自行榴弹炮系统可能会严重影响登陆部队的行动，标枪和陶式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对我军的坦克装甲车构成严重威胁，战术网络与态势感知系统套件是对于台军基层作战单位指挥官全面掌握情况、临机处置有较大的帮助。由此可见，美国的这笔对台军售绝不是为了去库存，而是为了让台军消耗解放军的战力，迟滞解放军的统一步伐。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对台的这笔军售又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了，性质极其恶劣。今后不排除美国继续对台售出一些对解放军威胁较大的武器装备。中央及有关部门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已经表达了严正立场。但此类表态恐怕难以阻止这笔军售的推进，不排除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一些新的反制措施。
啊。当然了，说成语肯定是没用，成语都快被说完了，是吧？那么金灿荣建议，我们除了在外交层面的交涉抗议，还可以在经济上对相关的美国公司加以制裁，也可以考虑向美国的敌对国家增加一点军售，比如说委内瑞拉。有的专家甚至建议，中国的海警可以对疑似装载美国售台武器的船只进行登临检查，对确实装运了美国售台武器的货轮直接押往大陆的港口来卸货。另外，对于美国比较担心的地区问题，中国是不是可以考虑介入一下呀？一些反制力道比较大的措施需要中央下决心啊。他说，我和一些专家的建议仅供参考啊，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不能让这件事轻轻松松就过去了。连国师都急眼了，朋友们啊，那个中国政府有什么反应呢？国师都说话了，不反应一下，对吧？那也就太迟钝了。于是出台了一个措施啊，说对美国的20家相关的军工企业实施制裁。背景就是宣布对台湾地区出售大批武器。中国沉默了，也不是沉默了10天，说了10天的成语啊，发布了反制措施。这个呢是包括20家美国的军工相关企业以及10名处在核心决策位置的高管人员啊。这是一次组合式的反制啊，这次呢不是停留在舆论层面了，而是围绕着资产交易、合作、入境多个关键节点展开，该封的封，该动的动啊，没有留下模糊的空间。你这个名单里边目标是非常集中的，被制裁的企业里边有长期服务于美军核心项目的传统的军工巨头，也有深度参与前沿军事技术的新兴公司。你比如说像斯罗普格鲁曼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波音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分支机构多年承担战斗机导弹的相关生产任务，这些都不是外围，而是实打实的支柱。同时呢，一批专注无人机、人工智能、定向能、军事电源等领域的公司也被纳入了反制措施。这些方向是美军未来压住的能力的重点的增长点。把这些企业放在同一张清单里边，信号比较明确。中国对美国的军工产业链的结构并不陌生，知道哪里现在是核心，哪里是未来的命门啊。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呢确实觉得中国的制裁有个毛用啊。中国呢不仅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更是多种关键的军工原材料的重要来源。重稀土在精密制导武器以及隐身战机领域不可替代，一旦供应链受阻，研发节奏、交付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那我给大伙说一个最新的数据吧。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研究报告，在25年里边，美军有一半的 F-35不能够出厂或者是飞行，缺乏重要的零部件，就是中方的稀土制裁，生产出来的 F-35有一半是不能上天的各位，这是最新的数据这一次的反制呢，不仅针对的是新增的合作，而是冻结既有的资产，禁止中国境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相关的这种制裁对象发生交易。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华多年的整体的供应链被整体清零了，想通过第三方绕行空间也被压到了最少这对这些企业来讲，这不是短期的阵痛，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损失。这次呢，罕见的对个人也进行了点名，责任不再模糊了，把高管的个人直接纳入了限制措施10名被列入名单的人涵盖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副总裁关键职位。措施呢，直指个人利益层面，在华资产冻结、交易限制、入境受限。对台
军售不再视为抽象的企业行为，而是需要个人承担后果的选择。一些高管被列入了反制名单，他关联的公司的融资、合作、投资都要受到连锁影响。一旦被限制，全链条就会承压，会直接影响企业内部的风险评估和决策的取向。这也是在逼迫美国的军工行业内部重新算账，继续配合对台售武，到底还值不值？从这个反应上来看呢，美国呢也确实是大吃一惊吧。有几个地方他没有预料，规模呢超出了预期，一次性就20家企业10名高管这个是头一次。打击方向也超出预期，不仅覆盖传统的军工板块，精准的落在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未来的重点领域，执行的节奏也超出了预期。从美方宣布售台湾武器到中方的措施落地，间隔时间并不长，只有10几天这里边当然了，中国的信号已经给够了，底线也说得很清楚了。那下一步呢，那差的就是实际的军事行动了。所以国师金灿荣着急了他跟我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当初我就说插旗钓鱼岛是中国向美国显示自己的底线自己的能力的最小的代价。没插旗迎来的就是川普蹬鼻子上脸的挑衅，看到了吗？售台湾的武器，宣布保卫钓鱼岛扣押中国的3艘邮轮，开抢了，人家已经知道了吧？所以你看国师都急了，我这个油管的野生国师也早就急了，插旗钓鱼岛，别再怂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